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。那首先看到這一隻就是戰爭多頭蛇，沒有錯，這一次我使用的種族是暗精靈。好，我們來開始介紹一下我方單位吧。前面呢是一字排開是恐懼長矛兵，一共5隊，就是我方的扛線單位啦，就這5隊。然後後面呢帶了2隊的黑死射手，持有盾牌的版本。然後中間放了一队戰爭多頭蛇，剛有看到了。那後面放了2隊死神弩炮，就是炮兵，讓我方在一剛開始也是有講話的權利。那旁邊這邊我們看一下，帶了一隊災虐戰車，我們稍微拉近看一下。它是2個模組的，而且它是擁有遠程攻擊能力，射程150，算非常優秀。那我們這邊看一下，這邊帶的是術士野獸系的，那這次帶的是狂野形態、卡唐變形術，還有堅硬毛皮這3個法術。通常法術我大概就是帶2到3個左右。那我們這邊看一下，領主拉卡斯是騎乘戰車，不過他也是有遠程攻擊的能力。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，他也是射程距也是150，那針對大型單位有額外加成，所以非常適合在遠距離偷打那一些大型單位。那我們看一下這次的對手混沌矮人。那混沌矮人呢，這邊前面帶了非常多的地精勞工，非常廉價的炮灰單位，這邊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中間夾雜2隊的是混沌矮人勇士，相對比起來就是非常堅挺的单位啦，硬度非常夠。然後旁邊這邊擺了一隊這個怪物單位。怪物步兵克達伊火翼，看他的武器威力就知道不是好惹的，而且他有永不溃散这個能力，也就是說要把它完全消滅才可以。那這邊我們再看一下，它後面還有放什麼東西？這個就是看到這種我就不是很喜歡的，這種就是騎馬拿弓箭的，它有移動射擊，這種單位我非常不喜歡對方使用。如果沒有特別去喝止它，它可以到處跑來跑去，到處拉弓，干擾能力也是很強。它總共一共是出了2隊，然後這邊也是炮灰單位。然後我們看一下，這個是英雄單位，牛頭人馬陶魯克，它是一個近戰反大單位，而且它是算是重甲70重甲的單位。那這邊也是稍微看一下他這邊的能力。其實我對混沌矮人不是很了解啊，因為我很少使用。看到這能力就知道非常可怕，暫時性的提升武器威力以及破甲傷害都加 50%， 讓它有着極高昂的爆發力，在短時間內可以斬殺敵人。這個提升 50%， 非常可怕。那對方也是有出了2隊的炮兵哦，都是加農炮。加農炮就不是很好惹啊，攻擊距離380，非常的遠，而且帶火焰攻擊，焚燒過後會減少對方8點士氣，這真的是不太好處理的單位。然後最後看一下這一位是領主術士先知死亡系的，那帶的是命運以及靈魂榨取。命運其實要放出來有點困難，我覺得啊，因為畢竟魔法消耗的魔法是22點，真的算蠻多的。那其實它還有蠻多能力的。好，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了。讓我們開始進入決鬥吧。那剛開始沒有意外的話，
應該是要炮兵要對射，不過對方也是有看到我方的災虐戰車在移動。那一剛開始就是先一個靈魂榨取下去，靈魂榨取對於這種模組數量非常少的算非常有利。那我這邊切得太靠近了，被對方攻擊到非常多，血量已經非常不健康，扣了這個25%左右，25%。好，又一波攻擊過來，這個勢必要走。畢竟這樣子打下去，對我方非常的不利。剛2波攻擊下來，對方其實損失不是很大。然後再看一次，似乎是想要躲彈藥，但是死神弩炮它那種是屬於非常散的散彈，這邊可以看到，所以要躲其實沒那麼好躲。坦白講。像加農炮這種單發的，其實要躲都算蠻有希望的。這種散彈型的，真的不是很好躲。搞不好你走一走，其實反而會被打穿。不過像這種單發式的，真的可以稍微躲一下，有機會，有機會。如果手速夠快的話，其實是可以去拉動一下，那個都還蠻有機會躲開的。好，這邊對方持續在緩慢的推進。對啊，混沌矮人其實移動速度也是都不快，就算是矮人標準吧。好，這一發砸下去，算是有砸到東西，而且非常痛。基本上這一隊可以說是蒸發掉，直接沒了。他一發下去直接結束。對方弓箭手開始在拉弓，在攻擊，但是效果沒有到很好。哇，這個加農炮下來，損失非常嚴重。死神弩炮跟黑死射手，這個基本上都沒有。他這個加農炮太可怕了，這樣一發一發下來，基本上承受不了。然後這邊我們已經先率先開戰了。戰爭多頭蛇在旁邊不斷的去做攻擊。哦，這只剛剛應該是沒有介紹到，不過也很常使用，我大概知道它的效果啦。它是主要性質比較偏向於干擾，不過它打這種廉價單位其實也是非常的得心應手。然後對方的英雄單位圍着會消失哦。會被我方的領主給解決哦，它是大型單位哦。那這邊我方的災虐戰車跟領主其實這樣打着，對方的英雄會直接蒸發掉。這邊基本上算一個小型混戰，然後對方的這個怪物步兵其實不適合去黏這個戰爭多頭蛇，畢竟打我沒有加成，反正我打你是沒差。而且戰爭多頭蛇它有無險能力。好，這邊還在持續的不斷在做交換。那剛剛正面衝擊一波，其實對方通常一定會失敗，因為对方這邊絕大多數都是炮灰单位，比較高價值的單位幾乎都在這邊。然後這個地獄守衛沒有往後拉，就是拿槍去射擊，他竟然往前接近，這有一點不理智。然後我方的恐懼長矛兵過來，要盡可能把對方給圍住，不要讓他有逃跑機會。越早處理掉那些高價單位，對我方越有利啊！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處理，只要能用較好的戰損去交換的話，就是件好事。然後這邊其實打着，我方前排那邊步兵線基本上已經算是打完了，對方只剩一個混沌勇士。其實對方的加農炮等等可以看一下，他的擊殺數應該都蠻多的。好，這邊就是開始上一些狀態，
戰爭多頭蛇還是被打下來了，跟對方的怪物步兵換着，其實很吃力啊。因為剛剛這邊算是只有他一個人在扛線，後面這邊對方其實也差不多了。這一隊其實圍着，等一下就會蒸發，就會消失。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其他的地方，已經讓恐懼長矛兵往前推進了，要去抓對方的火炮。對方火炮的彈藥量還是很多。然後這只在發呆，剛剛應該是點了對方的單位，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後面又會變發呆。好，這邊看一下，死神弩炮還在持續的點對方的這個炮兵。可以啊，現在是屬死神弩炮，現在是單發模式。单发模式的話，它攻擊力是很高。然後這邊直接下來去抓加农炮，這次是用卡唐變形術召喚的。那這邊就是直接開始把對方的炮兵給打掉，不要讓他過那麼舒服。剛下來明明就有在攻擊，然後突然他又會發呆。啊，這邊就是直接战略戰車直接碾上去了。一口氣也是把对方的这台炮兵給花掉，不要讓他在那邊。基本上剩下領主了，對方單位其實都差不多了。然後死神弩炮還在持續的去點啊，不能讓對方領主過太逍遙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都結束了。雖然說他還最後死前還是放了一個靈魂榨取，但是也是無力回天。我們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其實加農炮打的比我想象中的稍微少了一點，因為我是剛剛看到，剛剛開場有看到，其實他擊殺的蠻多東西的，但是後面其實效果不是很好。然後這兩隊其實感覺效果沒有到很好，我感覺他們的攻擊輸出不是很夠。那剛剛在旁邊岩石後面主要交戰的是這個戰爭多頭蛇，主要是拿來當一個坦。那蠍尾獅就是在旁邊做一個輔助而已啊。畢竟它的輸出不是很高，但是它還是可以清理掉一些這些炮灰單位，其實也是可以打得很順手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啊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幫我點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